各位老师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站桩的第3节课。这一节课呢是咱们站桩的一个整体核心，站桩内容尤为重要。那么同时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气。我们在站桩的过程当中，大家都在追寻气息的运转，以及气息的感知，以及气感在身体各部位的一种表象。那么今天的第3节课就是带领大家走进气的一个知识当中。那么我们先要将气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概念普及。首先呢，老师们先要了解什么是气。大家一直在追寻的过程当中都能明白，气是一个非常抽象并不实际存在的东西。我们想一想，身体当中从中医的角度来讲，我们有先天之气和后天之气。先天之气呢又叫为元气，也是我们父母结晶给我们的一个气。后天之气呢，又有我们的宗气，我们心肺的呼吸以及这个吃的水谷当中的一个气。那么还有一部分的学说是说，我们先天之气，我们的呼吸从一生出来之后，通过后天的一个锻炼，也能调养成不同的呼吸方式。所以说，先天之气和后天之气，它也是一直在相辅相成。那么我们如何将气的这个概念来给它进行一个实体化，能够运转到我们的身体上呢？那么这里我们就需要用到意识的一个带入。所以气有2种不同，一为先天，二为后天，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地方。我们所站桩时，就是在用后天之气的运化来协调或是弥补我们先天的一些不足。所以呢，我们都可以通过站桩时的这种后天努力来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，从而达到老师们心中一直想要的养生、健身、强体的一个最终追求。那么来，老师们先跟我去进行一个思维引导，我们如何去感受到气？我们身体当中，心有心气，肺有肺气，肾有肾气，脾有脾气。我们身体的5脏6腑都有它自身的气所存在，包括我们的血管内也有营气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怎么去做，就是靠我们的思想思维。好，来，我们同样将2脚打开，来到我们站桩时的一个动作。站桩时要求我们的思想松、静、自然。那我们从松这个角度先进入，我们从2个方面跟大家讲解。第一个松，我们肢体、关节、肌肉、筋骨的一种松。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肌肉没有产生僵力、着力。很多老师说，老师，那从我站桩双腿下蹲的这一刻开始，我的大腿就非常紧绷，这算不算已经属于紧张了呢？这个地方老师们大可放心，此时我们还不属于紧，因为在站桩时我们所说的这个身体的静态是一种相对静态。何为相对静态？就是我不主动的向上去蹬腿，或是不主动向下的去用腿进行收缩，都没有进行一个主观发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过程我们都不称为叫做静，我们维持的是一个身体恒定不变，保持身心放松的一个相对静止过程，这就是一种松。那么我们的思想如何去松？随着我们的身体肌肉的放松、结构的放松、筋骨的放松，那么我们的思想也要进行放松。如何松？首先第一点，我们要排除我们今天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杂念。很多老师站桩的时候越站心气越浮躁，导致我们心气上升，最后站的时候越站越烦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要将心气和思想进行一个连接，我们通过大脑来进行一些美好事物的联想，来将我们心气下降，到我们慢慢从中感受到心情平复，心率下降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将心气放松下来。那么我们第2点呢，心气放松下来之后要做到的一点，就是将我们的思绪从外界的感官收到我们的自身当中。那第2个也就是慢慢要走到静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不同的声音，有风声，有水声，有嘈杂的锣鼓的声音，也有汽车鸣笛的声音，同时也有周围人交谈的声音。这些无处不在的
变化，目光前的变化和耳尖的变化，包括气味的变化，都会通过我们的五官、五感来影响到我们的大脑思绪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通过松的形式来将思绪慢慢降下来，从而达到静这样的一个结构。如何去静？就是我们将身体逐渐去感知外在的东西，慢慢拉到我们的身体内在。只有将外界的事物屏蔽掉，去感受自身的变化，你才能静下来。这是老师们需要做到的第二大重点，就是静。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？来，跟着我一起去走。我们从站桩的一开始，腿部的酸沉感一直在引导着我们的思绪往大腿上去走，大腿肌肉的抖动啊，周身的不舒服，都会让我们静不下来。所以我们要强调意识的运用。这里老师们，我们就需要运用身体当中一个看不到、摸不着的气，也就是咱们说的意识、意念的气。我们将意识来慢慢放在自己的手指的指尖，来去找到如何引导我们的气来到我们指尖上的感觉。那么这里很多老师说，老师，那这个时候我的气到底是什么呢？此时我们只需要留一个非常明显的概念即可。什么概念？就是感知。我们把气这个无形无状没有实体的东西化作思想精神的感触，随着我们的意识逐渐的往指尖上去放，你会放大你指尖此时的感官，来感受指尖此时此刻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和状态，是胀是酸还是麻还是痒，还是说随着我们的这个血液流动和心脏的跳动发胀，这都是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感觉上来表现出来。那么来，我们身体慢慢站直。刚才经过我的一个小项的引导呢，老师们通过1分钟几十秒的时间就能发现指尖上所存在的东西。那好，跟大家铺一个最重要的概念，我们每一次的站桩，身体上所有的气感其实都存在，只是我们没有松静这两个概念，你达不到对于身体的一种感知、一种意念的引导带入。那么我们只要做到了刚才我说的那些内容即可。总结一下，如何松下来？首先，思想放松，肌肉、关节、骨骼结构放松，筋骨放松。随后，我们再慢慢的将思绪从外界向内去收，把我们的五感稍微的去屏蔽一下，慢慢的将你的思绪拉到自己的身体上，去感受身体各部位的感官，是腿在酸还是手在胀，慢慢的找到身体当中的细微变化，我们就会逐渐的静下来，从而排除外界对我们的一个干扰。那最后一个点则为自然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刚才说了先天之气和后天之气，先天是我们的元气，后天呢主要以我们的呼吸和我们的这个腹部消化食物的水谷，用这样的两者形成了宗气，也叫总气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在站桩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也同样可以与呼吸形成一种变化，从而形成相互结合，对不对？所以老师们联想一下，我们的呼吸又分为很多种。首先大家常见的自然呼吸啊，我把身体站直，老师们可以看到，自然呼吸的时候是以胸腔的起伏，开始，自然呼吸是以我们的胸腔起伏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用到的呼吸方式。那第二种呼吸方式呢，是腹式呼吸。来观察肚子，在呼吸的过程当中，
好，这个呼吸方式呢，又叫为我们的腹式呼吸。